谁能想到疯批王爷得了厌食症？王爷，整整12天了，您就吃一口吧。把做菜的都给我砍了！陈王府招厨师了，治好王爷厌食症，赏金1000两。请问这里招厨娘吗？厨娘？我们几十年的老师傅都不行，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本事？我就做一碗青菜粥。好，那就给你一个时辰。怎么这么香？端去吧。12天了，王爷终于吃饭了。再来3碗。3碗！我本来是来赚救命钱的，结果现在要给一个12天不吃饭的王爷当饭桶饲养员。这一切离谱的事儿，还得从3天前说起。3个月药费8两7钱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王叔，再宽限几天嘛，我到时候一定加倍给您，我发誓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上次也是，上次你说你娘托梦给你，说第2天就能发财，结果呢？你第2天研究新糖膏失败，赔了人家5个铜板。哎，这是换的新方子，你爹这病啊，都快把我这小药铺吸成干尸喽。王叔，我就知道您最好了，您放心，这次我不白拿，我给您钱。王叔，您还要吗？林丫头，你娘当年在的时候，街坊邻居都吃过她做的点心，我也不想当这个恶人。这3文钱还是留着给你爹买个鸡蛋吧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下次必须给钱。今天真是倒霉透了。一个糖糕赚2个铜板，要卖4350个，不吃不喝不睡，一天做100个，要1个半月，这么长时间，这么多，除非我能把天上的云朵摘下来当糖糕卖。不想了，赚钱要紧。陈王府招厨师了，因王爷进食，赏银100两，治好王爷厌食症，赏金1000两。黄金1000两！你干什么去？当然是当厨娘赚钱给您治病了。你不能去，王府不是我们这种人待的地方。爹，我的厨艺您最清楚，治好王爷您就有药费了。我听说陈王府都换了10几个厨子了，全被赶了出来，去的都是名厨御厨，没有一个成的。前天御厨做的药膳，王爷一闻直接吐了。你一个小姑娘，那又怎样？我从小跟您学厨，什么苦没吃过？知伟，爹求你了，你娘当年就是……娘当年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总之不准去。爹，您放心，我赚了钱马上就回来。我炖了整整2天的老鸭汤啊，他闻都没闻。下一个。我这道佛跳墙用的可是养了10年的老母鸡吊的高汤啊！王爷连盖子都没掀，我那道蟹粉狮子头放了整整8只大闸蟹的蟹黄啊，白瞎了。王爷已经12天没吃饭了，太医院下了最后通牒，再熬3天，神仙都救不回来。今天再没人能让他动筷子，你们全部滚蛋，我也滚蛋。那个，请问这里招厨娘吗？厨娘？我们几十年的老师傅都不行，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本事？你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过家家的小锅小碗？王爷12天没吃饭，你们知道12天不进食的胃是什么样子吗？胃壁薄的像纸，消化能力几乎为0。你们做的那些鲍鱼海参炖3天3夜，油花飘的都能刮下来2两了。这冰糖焰火甜腻的都能齁死人了，正常人饿3天都受不了，何况是王爷？你懂医理？不懂，但我爹教过我，久虚之人进食，如久旱之田灌溉，宜涓涓细流，不宜洪水漫灌。
那你想做什么？我就做一碗青菜粥。一碗破粥，王爷什么没吃过？越精致越排斥，越简单越安全。好，那就给你一个时辰，要是王爷不喝，我立刻滚蛋，车马费分文不要。挑米挑这么仔细干嘛？这刀工练了多少年？从5岁开始，15年了。陈皮，小米养胃，陈皮理气，越简单的东西越要用心，火要不急不徐，搅拌要顺着一个方向，不能急，不能燥。怎么这么香？没放一滴油，没加任何香料，端去吧。我都说了我不吃，滚！王爷，这是新来的处女做的，您就尝一口吧。不好吃，我立刻带她滚蛋，我自扣3个月俸禄。王爷，这次不一样，这姑娘做的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一碗青菜粥。青菜粥，终于开始敷衍我了。哦，12天了，你终于吃东西了。还行，勉强能吃。他人呢？喝完了。等一下，碗底还有点粥，王爷不吃我吃。你要吃我剩下的？浪费粮食不好，这点粥值2个铜板呢。你很缺钱？我爹病了，需要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之薇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专属厨娘，月例10两。谢谢王爷，我一定把您养得白白胖胖。下去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王爷怎么会吃他的破粥？我在王府3年了，做的宴我更他碰都不碰。这位是崔若柳姑娘，皇后娘娘的远房侄女，原本后厨的管事。你小心点。哦，知道了。你别得意，一碗破粥而已，走了狗屎运。崔姑娘，我只是来做菜的，不是来跟你争什么的。明天要做南瓜粥是吧？我上你南瓜粥。王爷，林姑娘给您熬了南瓜粥，托我给您端过来。他人呢？他在后厨忙呢。放这儿吧。这不是他做的。怎么不是？这就是林姑娘做的，我亲眼看着她做的。他不会在南瓜粥里放姜，而且还放了这么多。王爷，你就尝一口吧。周德，快把他拖出去！真的是他做的，王爷您相信我，我冤枉。他做的粥从不放姜，跟那个人一样。跟那个人一样？他在说谁？你来了。这碗才是我的，那一锅不是我做的。我知道。这个味道才对。王爷怎么知道那锅粥不是我做的？你的粥里没有多余的东西，很干净，跟做粥的人一样。
这个给你。桂花糕，早上让周德去街上买的。你起得早，应该没吃早饭，快吃吧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那个图案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怎么回事？出去，把门关上。王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面团揉制光滑，到底什么叫光滑？着火了！快来人啊！我新买的铁锅呀！王爷，您手里拿着什么？没什么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烫到？没事。手里藏着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不必看了。这是面团。我想做梅花糖糕。是想做给谁吃吗？你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给我做饭，我怕你太辛苦。而且，你上次说你喜欢吃梅花糕，之前买的是桂花糕，不好吃。王爷，想学我教你啊？干嘛自己偷偷摸摸的？师傅，我把面粉买回来啦！小顺子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手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划了3个小口子，你又偷偷干什么了？这是被刻刀划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我给你做过的菜。以后你去买菜，不用一个一个问我了，拿着牌子给周德就行。这块刻的最丑。我刚开始刻，没经验，后面几块好一点了。你看这个，刻了3次才刻好。不用再刻了，这些就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上次的姜粉被他躲过去了，王爷居然还帮他说话。既然下药会被发现，那我就……让王爷吃一嘴沙子，看你怎么解释。他刚才干了什么？师傅，我昨晚看见，他还是干了。谁？崔若柳，我昨晚出来找吃的，看到他鬼鬼祟祟从后厨出来。哎呀，后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肯定是你干的！你嫉妒我是皇后娘娘的人，所以故意糟蹋食材。谁说没有食材就做不了饭？什么？给我1个时辰，我做出1桌子菜，做不出来，我立刻走人。好，这是你自己说的。但如果我做出来了呢？做出来我给你磕头认错。一言为定。周管家作证。小顺子，把地上所有的萝卜捡起来。师傅，这些萝卜都蔫了。蔫的也能用，把蔫的部分削掉，中间的心还是甜的。
萝卜皮也能做菜？萝卜皮腌一腌，加点醋和辣椒，是最好吃的凉拌菜。这些肉只是沾了灰，没坏，洗干净剁成末，加豆腐和鸡蛋清，能搓成丸子。鱼骨和鱼头别扔，熬成汤饼；豆渣别扔，加面粉和葱花煎成饼。烂菜叶子掰掉坏的部分，剩下的焯水凉拌。好吃，这真是萝卜皮做的。这丸子比正经肉丸子还好吃。这不是神仙吗？明明是垃圾，你怎么变成一桌子菜了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用那些垃圾做出菜来？崔姑娘，一桌子菜做好了，你要不要尝尝？在我眼里，没有垃圾的食材，只有不用心的厨子。那又怎样？损坏的东西总要有人负责。说得对，柴房角落里藏了半扇新鲜猪肉，后厨的钥匙只有几个人有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！我还没说谁呢。小顺子昨晚亲眼看见你深夜进出后厨，需要我请王爷来吗？你说过做不出来，给我磕头认错。现在菜做好了，你跪还是不跪？够了！我说过，不准她再进厨房。来人，送崔姑娘回崔府，以后不准她再踏入陈王府半步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林志威，我们没完！这个是证据，以后她再来纠缠，有这个在。谢谢王爷，不过留着反而惹事，烧了吧。梅花糖糕，好香啊！这个糖糕的方子是谁教你的？是我爹，不过我娘也做过。你娘是不是姓顾？您认识我娘？这梅花糖糕的方子是我和你娘一起改良的，当年在宫里的时候，味道没变。我收你当徒弟吧。您收我当徒弟？条件是每天1块梅花糖糕，少1块我就不教了。你干嘛？那是我徒弟做的。谁是你徒弟？她是我的专属厨娘。专属厨娘做的东西就只能你吃，讲不讲道理？不讲不讲。王爷前辈有话好好说。你叫他什么？王爷？他是王爷。这位是当今九王爷，陈王殿下。哦，陈王，好大的威风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认识他娘？我叫乔五娘，先帝时期的御厨，后来离了宫。前些听说陈王府招厨子，有一个丫头用1碗粥治好了12年没人能治的厌食症。您觉得我做的糖糕还行吗？还可以。会做饭的姑娘不用讨好谁，让吃饭的人来讨好你。她每天要吃你1块糖糕，那我多做点儿，做一大盘，大家一起吃。臭小子！荷花酥的关键在于油酥和水的比例，7分油3分水，揉面的劲道要柔中带刚。柔中带刚。志威啊，有些人的眼睛都快粘在你身上喽。乔前辈，您别开玩笑了。不错，第一次做成这样，你比你娘还有天赋。我娘，她以前做点心也很好吗？很好，她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厨娘。如果不是后来……给。乔前辈，接下来做什么？今天就到这里，我累了，明天再来。那半块玉佩居然在他身上，知微知不知道？今天教你做杏仁豆腐，关键是杏仁浆要磨得够细，过3遍筛。又来旁听，你会做吗？我做笔记。知微，我们开始。杏仁先用温水泡2个时辰，去皮。去皮会写吗？会。今日最后一道桂花糯米藕，糯米要提前泡1夜，藕要选粗细均匀的。灌糯米的时候用筷子轻轻压实。他每天都这样？每天记完笔记就回去，回去偷偷练。
轻轻压实，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。9月15，王爷送林姑娘桂花糕1块，林姑娘回赠梅花糖糕1碟，等价交换，甜度值+5。9月16，王爷偷学做菜被林姑娘发现，林姑娘没有拆穿，甜度值+10。王爷，您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刚才你在写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记账。对，记账。记账需要念出甜度值3个字吗？陈王追妻记，记录人周德。周德，王爷饶命！老奴只是看您和林姑娘实在太配了，忍不住记录一下。你写了多少？从第1碗粥开始，大概50几条。王爷，没收了，想要的话重新写一本，这本归我。9月初时，王爷第一次笑，对着一个空碗笑的。王爷，王爷，今天要去集市买食材，面粉和白糖都快见底了，还得买新的桂花干和红豆沙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我不去嘛，您天天闷在书房里，脸色还是白的，晒晒太阳对身体好。而且集市上有家糖葫芦特别好吃，我请你吃。走吧。这个好，这个编的比我们用的密实。大叔，桂花干怎么卖？公子，买给心上人的？不是，她是我家的厨娘。哦，厨娘，明白。公子好眼光。王爷，给我拿一点吧。不用，你继续逛。糖人儿？算了，今天买太多了。要个梅花的。今儿买的东西真齐全，那家桂花干成色特别好。师傅，面粉我搬完了。小顺子，哦，这发簪是不是你放的？又搞什么恶作剧？不是我啊，师傅，我哪有钱买银簪子？我一个月工钱才几个铜板。那是谁查的？王爷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没看到。哦，那大概是什么人放错地方了吧？我先收着。就是那棵，每年这个时候开的最好。糟了，要下雨！跑！王爷，你会淋湿的。我没事。小心！王爷，林姑娘怎么淋成这样？王爷，您快把湿衣服换了。王爷，快请太医！王爷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王爷本就体虚，淋了冷雨，寒气入体。这剂药用温火煎1个时辰，务必让他全喝下去。夜里身边不能离人。
王爷，喝药了。王爷求您了，您不喝药，病怎么能好呢？您上次跟我说的想吃梅花糖糕，我一直没来得及做。您把药喝了，明天我就做一大盘，全是您的，不给乔前辈留，好不？王爷，您能听到我说话？王爷，志伟，你的手好凉。您刚才叫我什么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小姐，你已经3天没出房门了。奶娘，我哪里不如他？我在王府3年了，我没变着法子的讨好他，他凭什么？小姐，老奴斗胆问一句，王爷喜欢吃什么？什么？王爷喜欢吃什么？不喜欢吃什么？厌食症有什么忌口？他为什么12天不肯吃别人做的饭，却愿意吃那姑娘的一碗粥？您做的那些燕窝鱼翅，您是真心觉得他需要吗？还是觉得那些东西够贵重、够体面、够配得上您崔大小姐的身份？我没想过，我只想让他看到我，我以为做了最好的东西，他就会注意到我。小姐，做菜和做人一样，得先知道人家需要什么，不是您想给什么就给什么。皇后娘娘当年在宫里做的事，您别学她。您说什么？什么？老奴的意思是，您做一桌子菜，她不动筷子，不是您做的不好，是菜没对上人。我想去阮香小屋看看，看她是怎么做菜的。小顺子，绿豆糕出锅了，快给客人端去。来了来了。您的梅花糖糕今天表现不错，没摔。因为今天还没开始端。今日林姑娘表扬王爷一句，甜度加12。崔姑娘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。林姑娘，我想学怎么做菜。我以前做饭根本没考虑过吃饭的人是怎么想的，我只是在做体面。我之前做的事确实很过分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但我想重新开始。前厅正好缺个收银的，你会算账吗？我会。还在画这个啊？总觉得这个图案很眼熟。乔前辈，您上次看到王爷的玉佩反应很大，您是不是知道什么？那个玉佩是先帝赐给当年宫里一位妃子的，那妃子生了皇子，就把玉佩一分为2，一半自己留着，一半挂在皇子身上。那位妃子是江贵妃，陈王殿下的生母。那另一半呢？知薇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娘当年是江贵妃的御用厨娘，她做的梅花糖糕，陈王从小就爱吃。所以，我和王爷小时候见过。梅花糖糕的方子是我和你娘一起改的，一模一样。为什么我家的菜谱上会有这个？志伟，你在看什么？爹，这个缠枝莲纹到底是什么？乔前辈说这是江贵妃的玉佩图案，他说我娘是江贵妃的厨娘，他说王爷从小就吃我娘做的糖糕。乔五娘，她还活着。你认识她？你娘当年是江贵妃的御用厨娘，陈王殿下出生后厌食症就很严重，谁都喂不进去，是你娘用一碗青菜粥让她张嘴吃饭。青菜粥跟你做的一模一样，你从5岁开始学的第一道菜就是青菜粥，用的是你娘的方子。
所以王爷喝第一口的时候反应那么大，是因为他尝出来了。因为那是他小时候的味道。这半块玉佩是你娘临终前留给你的，另一半应该在陈王身上。所以您当初不让我去王府，是因为这个？我怕你卷入宫里的事，你娘就是被卷进去才……只为这个玉佩的事，你永远别深究，否则……否则什么？爹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什么。桂花糕，今天早上刚出锅的，趁热吃。我看你昨天从后院出来后就不太对劲，如果不想说，可以不说，但别遏制自己。王爷，小时候的事，您记得多少？不多，只记得一碗粥的味道，一块糖糕的形状，一个人的声音。那个人？你的粥，别人做不出那个味道。我等了20年。原来你一开始就认出了我。我5岁时，娘去世了，爹带着我搬出京城。我一直以为我的生活就是卖糖糕，照顾爹，但没想到在5岁之前，还有另一段故事。想不起来。红糖姜茶，暖手的。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周德说你中午没吃饭，我顺道过来看看。撒谎，根本就不顺路。您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了？您第一次喝我的粥，不是因为粥有多好喝吧？是因为您尝出了那个味道。第一口我就知道了，20年了，没有人煮出过那个味道，只有你。所以您从一开始就……一开始不确定，后来每吃一次你做的菜，就确定一点。油酥比例还是不对，都第5次了。王爷，都子时了，您怎么还没睡？热牛奶，喝了暖身。您半夜不睡觉，就是为了给我热一碗牛奶？我正好醒了，看到后厨亮着灯。从您的卧房到后厨要穿过整个院子，一点都不顺路。做不出来就先休息，明天再试。不行，后天就是宫宴了，我答应太子殿下要做荷花糕给他尝尝。你跟太子很熟？他来过一次店里，说梅花糖糕很好吃，人挺和气的，就是脸色一直很苍白。哦。我无名分，我不多称，我这次对了，后天宫宴用这个版本，稳了。总算成功了。我今天的梅花糖糕可别忘了。想问什么就问，别憋着。乔前辈，您上次说我娘是江贵妃的御用厨香，那她为什么会离宫？你娘离宫是因为当年有人在你娘做的点心里动了手脚，嫁祸她。虽然最后真相大白，但这事儿闹得很大。你爹娘为了保护你，主动请求离宫。是谁动的手脚？没有证据，但能在御膳房里动手脚，又能嫁祸给江贵妃的人。总之，你爹带你出宫是对的，远离那个地方，平平安安长到20岁，你娘在天之灵也会欣慰。王爷知道这些吗？他不知道，他那时候太小，只记得有个小厨娘总给他做好吃的，其他的后来宫里封了口，没人再提。后天宫宴，我要弄清楚当年的事。王爷，林姑娘，宫里送来的中秋宫宴请柬。这次的宫宴规格比往年都高，所有在京的皇亲国戚都到了。皇后娘娘亲自主持，听说太子殿下也会出席，他不是已经好多年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了吗？所以这次的宫宴不简单，你可以不去。我要去。
太子殿下点名要吃我做的荷花撒，我答应了。去，当然要去。你娘当年就是在宫宴上被人盯上的，你不去，反而显得怕了。被人盯上，到了宫里，什么都别问，什么都别碰，做你的菜就行。这个给你，你娘当年离宫前留在我这里的。你娘离宫那天说，如果以后你没学会做梅花糖糕就算了，如果你学会了，就把它交给你。这只簪子的款式和我送你的那只一模一样。您在哪里买的那只？不是买的，是我小时候在御膳房里一个厨娘的头上看到的，然后凭记忆画下来，让银匠打的。别紧张，你只负责做菜，别的什么都不用管。好。这位就是陈王府上那位厨娘，听说一碗粥就治好了陈王12年的厌食症。民女林之薇见过皇后娘娘，倒是清秀。本宫听说你不但治好了陈王，还和太子也有些交情。回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曾来过软香小肚，说民女做的梅花糖糕很好吃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交情。民女只是一个厨娘，做的东西有人爱吃是最大的荣幸。母后，儿臣确实只去过2次，林姑娘做的糖糕确实很好吃。既然太子都开口了，那就请林姑娘露一手吧，带林姑娘去御膳房。这是花生油，太子殿下点的所有菜都需要用油。如果御膳房里用的全是花生油，太子来软香小君从来不点带花生的东西，他对花生过敏。林姑娘，怎么了？请问御膳房的油一直用这个吗？是啊，多年前换了管事以后就一直用的这个，说是皇后娘娘指定的油厂出的，品质好。那太子殿下的膳食也用这个油？太子殿下的饮食由皇后娘娘亲自安排，由专人负责，我们这些下人是不经手的。我今天用这个。荷花酥，请太子殿下品尝。好吃，甜而不腻。母后要不要也尝尝？本宫不喜甜食，林姑娘既然做完了，就退下吧。皇后娘娘，民女有一事请教。什么事？民女刚才在御膳房做菜，发现里面所用的油全部是花生油。民女斗胆问一句，御膳房用花生油是谁安排的？御膳房的采买都是按规矩办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花生油本身没有问题，但如果一个人对花生过敏，又长年累月摄入花生油会怎么样？你是说我吃的菜里一直有花生？太子殿下可以请太医来验。花生过敏的症状：慢性咳嗽、面色苍白、体弱乏力、时常腹痛，与殿下多年的症状完全吻合。放肆！一个小小厨娘在宫宴上胡言乱语，你可知罪？他说的句句属实。我叫乔五娘，是先帝时期的御厨，离宫20年，今天回来就是为了做一个证。20年前的事，你一个离宫的御厨信口雌黄？这块令牌是先帝赐给我的，持此令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出入宫禁。先帝赐给我，就是因为当年我查出了御膳房食材被人动手脚的事。来人，把母后吃的糕点拿去太医院验，我要知道这些年到底是谁在害谁。宇恒，我是你母后，你竟敢怀疑我！正因为您是我母后，所以我才一直没有怀疑过您。20年，这20年我每天都觉得自己会死，我连走出寝宫的力气都没有，我连吃一口饭都要小心会不会吐出来。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命苦，原来不是命苦。
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每天亲手在饭菜里掺入让我不适的食材。启禀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面前的杏仁酥里确实混有花生粉。传我令，皇后崔氏暂时禁足凤仪宫，等我秉正父皇后，再交由父皇处置。多谢。如果不是你今天发现了花生油的事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真相。殿下不必如此。不只是花生的事，你做的糕点是真的很好吃。点菜要提前预约，他每天很忙。王兄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12年来第一次动筷子了，不是因为粥好喝，是因为煮粥的人。20年前我没能做到的事，今天做到了。你娘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谢谢你，守了20年的秘密，今天终于说出来了。谢什么？我是为了我自己，憋了20年的话，总算能说出来了。走吧，回去了。这宫里我1秒都不想多待。紫薇，你刚才在大殿上一点都不害怕。我只是一个厨娘，做的东西有人爱吃就够了。至于其他的，真相就是真相，不需要害怕。王爷，今天乔前辈说的话，您都听到了吧？我娘是当年给您做菜的那个厨娘，她做的梅花糖糕，你小时候吃的就是我娘做的。我记不太清她的脸了，只记得她头上戴着一只梅花簪，和你头上这只很像，还有她说话的声音很温柔。和你不一样，你声音比她有劲儿。您这是夸我还是损我？这块玉佩是你的？我娘留给我的。我爹说是当年在宫里时。是你？是我。小时候在御膳房给我做青菜粥梅花糖糕的那个小女孩。是我。我不记得了，但我爹说了，乔前辈也说了，两瓣玉佩都说了，是我。那个不肯吃饭只肯吃我做的粥的小男孩，是你。我小时候身体很差，什么都吃不下去。太医院的人说是厌食症，是脾虚，是胃寒，用了无数药方，没人能让我张嘴吃饭，只有你。那时候我才多大？3、4岁？你大概是3、4岁，你娘带你来御膳房，你是她的小尾巴。我那时候7、8岁，很瘦，你端着一碗青菜粥丢够桌子，粥差点洒了，我伸手帮你扶住碗，你就冲我笑。哥哥你尝尝，我娘做的粥可好喝了，那是记事以来第一次有人叫我哥哥。后来你经常跟你娘来御膳房，你娘做菜，你就在旁边用面团捏小玩意儿。你捏的小兔子特别丑，耳朵一长一短，你送给我一个，我一直留着。那个小兔子还在吗？在。别哭，你不记得没关系，我替你记了20年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第一碗粥的时候，我不确定，后来慢慢确定了，又怕认了你以后，你会因为以前的事对我。对您怎样？我不想你只是因为小时候认识而留在我身边。这玉佩当年是你娘亲手编的穗子，2瓣拼在一起，缠枝莲花纹才会完整。王爷，我女儿就交给你了。紫薇，我已经向陛下请辞了。什么？辞去陈王的爵位和所有差事。为什么？你好不容易才……我不是好不容易，12年来，我关在王府里，不肯吃饭，不见任何人，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。遇见你之后，我才开始觉得，一碗热粥比满桌山珍海味好吃。江山万里，朝堂风云，我都不想要，我只想和你守着这间小店。你掌勺，我打下手。我不会做菜，但我可以学一辈子。
王爷今日与林姑娘心意相通，表白成功，甜度值爆满。陈王追妻圆满结局。